各位好，今天啊继续跟大家聊 iOS 的部分啊，叫 App 资源库啊，该聊 App 资源库这个话题了。App 资源库其实水蛮深的，这个有点像我们上一次聊的小组件哈。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头和一尾。什么意思？小组件是在你 iPhone 上面的第0页，就是主屏幕的第0页嘛。上次我们小组件前面聊过了啊。而 App 资源库呢，它一定是在你的主屏幕的最后一页。而这两个东西呢，它其实狭义的来讲都不属于你的主屏幕，因为上面没有你的 App 的图标。小组件那个第0页呢，上面全是小组件，没 App。而 App 资源库里面呢，全是 App， 但是呢，如果你会用，你会觉得真的很好用。但如果你也不想动脑子啊，也不想去研究一下这是干啥的，原来呢没这东西也就那么用了，但现在有了，有去吧，反正我就不用你就完了，还要按照原来的路数继续用。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不管 iPhone 迭代再多次啊，再有什么新的功能，对你来说呢，也其实都是没有啊。这个跟所谓的韭菜呢，也就没啥差别，因为你到点该换还是要换的。你说我也不追求那些新功能，我不换行不行啊？哎，不行，因为若干年到了一定的年头之后，你那个系统版本就更新不了微信了，你更新不了微信，你就只能换了，是吧？所以那不就韭菜了吗？所以当然我这是半开玩笑啊。大家这也是我目前做这个节目的初衷。我以后不会一直聊 iPhone 有聊完的时候啊，那么我还是希望在我聊 iPhone 的时候，让各位能够把更多的iPhone 里面的功能去用起来啊，这个也是我希望看到的一件事情吧。那 App 资源库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让我自己给它下一个定义的话，我认为它是一个系统。iOS 系统帮您自动的去整理跟分类你所有的 App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为什么要推出 App 资源库这个功能？但以下内容纯属我自己瞎猜啊，不代表 Apple， 不是因为我在 Apple 工作过，我说这些话是 Apple 公司告诉我的，没有。我即便在 Apple 工作的时候，这些话也是我自己猜想啊，这仅代表个人看法哈。为什么要推出 App 资源库？原因是因为 iPhone 发展了这么多年， iPhone 的用户在 iPhone 上安装的 App 越来越多。2007年跟2008年的 iPhone 是没有办法装任何的 App 的，所有的这一辈子只能用内置 App， 没这功能， App Store 没有。后来有了 App Store， 然后到最近几年，当然有一些人还是只用微信啊，但是毕竟越来越多的用户他会下载更多的 App， 那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管理 App 的功能就会被加进来了。原来只能翻页，然后改那个图标的位置啊，后来呢加入了文件夹。终于不用 App 多的人就明白了，很喜欢用文件夹呀。终于不用哐猛扫了，你可以呢创建一个文件夹，在里面塞9个 App。后来呢，文件夹里面也能翻页了啊，一个文件夹能塞无数个 App 了。你只要勤翻页就可以，但是你翻的再多，那不还是没意义吗？所以一般一个文件夹里面翻那个2页到3页也就差不多了啊。那如果再多呢？而且像 Apple 这种公司呢，就因为我是用过 Apple 的电脑 Mac 电脑，我是用过的，我知道它在电脑上的一些理念。那在 iPhone 上也一样的，它不希望用户花太多的时间用在整理上面，或者说不希望用户花太多的时间用来去管理这台设备，为了管这台设备而花时间，这个是 Apple 这家公司不希望看到的。我不是说其他公司希望看到啊，但是我们在用其他品牌的电脑的时候，我姑且以电脑为举例子啊，因为这个可能好理解一点吧。你是不是会经常就什么
早年的那种电脑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你没有印象，经常要重装系统之类的，后来要杀毒之类的，对吧？那你重装系统也好，杀毒也好，还是这个格式化硬盘也好，还是分区也好，你这些是在干嘛？你是在维护这个设备，对吧？而这些维护设备的时间，它是纯属浪费的。你并没有因为买这台设备而为你赋能，你也没有因为有这台设备而去创造出什么，你也没有因为有这台设备而学习到什么，都没有。你只是在伺候它。你养个狗，养个猫，它还能带给你这个情绪价值跟精神价值，有个陪伴的作用。你买个这个，当然对于有些宅男来讲，它也有陪伴的作用哈。但是就是意思你们明白哈，我要表达的意思你们明白。所以 Apple 是尽量希望减少这方面的工作，那就推出了 App 资源库嘛。我们再回到管理这些 App， 那 App 那么多，我又不想让你手工的去挪来挪去创建文件夹怎么办？我给你一个自动的功能，我的系统会自动的帮你给这些 App 进行分类。如果你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或者之前没有注意过 App 资源库，现在您可以拿出自己的 iPhone， 翻到最后一页。当你看到一堆图标像放烟花一样唰飘到你的屏幕上，然后分门别类的一个方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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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界面就是 App 资源库了。在 App 资源库这个界面当中，每一个方块都是我们的 iOS 系统帮你分好的类别啊，你可以看到有我看一下啊，你可以看到有建议啊，有最近添加，有创意，有社交，有娱乐，有效率，有工具，有购物，有财务，有音乐，有旅游，有健康健身等等等，我不读了，对吧？每一个方块都是一个大的类别，但是你马上会发现，哎，这为什么每一个类别都只有4个？其实不是啊，你仔细看一下，每一个类别只有3个。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但是第4个呢？第4个就不是了。前3个App 你可以点一下就直接打开这个 App， 而第4个你会发现它是4个小 App 组合成了第4个部分。那其实这第4个是打开文件夹，也就是说一个大方块的文件夹分成了4个部分，4个田字格，对吧？田字格的前3个是直接可以打开这3款 App 的。这前3个就是3个 App， 而第4个就是把这个文件夹整个打开。而更妙的地方在于，每一个方框框这个分类下面，你说这一个分类里面可能有20个 App， 凭什么就是你们3个站在前3个呢？是什么机制决定了谁在前3个呢？你最近使用的最多的前3名，在这个分类里面，你最近使用的最多的前3名在前3个。那有没有觉得现在就很棒了？当你再去找一款 App 的时候，你再也不用自己创建文件夹，系统帮你自动分好。你找到那个类别之后，在这个类别下面，你最常用的3个就在上面，直接点就打开，80%的概率就这么被解决掉了。剩下那20%的，你点一下田字格最后一个，这整个的分类会打开，整个文件夹会展现在你面前，你再去找你要找的是哪一个。这就是 App 资源库最简单的一个样子。而讲到这儿，我们的 App 资源库才刚刚开始。如果 App 资源库只是这点东西，那我觉得这又变成了一个水一期的节目，我就得讲故事了，就像上一次讲那个图标一样，给大家分享了2个故事，结果没人看。这才刚刚开始啊！除了这一个一个的小方块以外啊，大家注意看一下 App 资源库这个界面的最上方。当然，你说最上方是时间、信号、WiFi 和电池，对，这个排除。再下一点，最上方有一个长条的一个栏，上面是一个放大镜，放大镜的后面写着 App 资源库几个字，看看是不是？而你不管怎么去上下滑动这个屏幕，这个小长条，这个放大镜永远都在这个位置。这说明什么？系统的设计者希望让你意识到这个条很重要。对，就是搜索。当你去用手，你先到 App 资源库这个界面啊，然后再去点一下这个放大镜这个搜索条之后，
你说，哎，这不就是个搜索吗？哎，对，这就是个搜索。但是注意，在搜索的这个界面当中，你当然可以在下面键盘出来了吗？你可以在下面打字，打完了之后，想搜什么 app 去打字，打完之后这个 app 就会搜到，这个没问题。但是在这个界面上，我想提醒各位的一个，你可以什么都不搜，只要你来到这个界面，你就会看到，它会把你 iPhone 里面安装的所有的 app 按照音序排列。而这种排列方式，你现在看到屏幕最右边是从 A 到 Z 后面是个井号，这一竖条，这是什么？这是你通讯录的排列方式。所以在这个界面下，你可以像找通讯录里面联系人一样去找你的 app。比如说你想找一个 app 是地图，那么你直接把手放在屏幕的最右边这一竖条上，从 A 滑到地图是 D 啊，滑到 D， 然后你就看到所有以 D 开头的全都在这儿，马上就找到地图了。那其他的音序不用我讲了吧？哎，这是一个隐藏的小技巧啊。好，接下来我要分享的这个我个人的使用心得，是能够让你把 App 资源库这个功能发挥到最大的一个使用心得。如果你都能够记得住并且理解我刚才讲的2个功能啊，一个是搜索，一个是按音序排列，还有一个是系统自动帮你分类，其实是3个功能啊。这3个你都能理解并且记住了，那请你顺便思考一个问题：有了这个 App 资源库以后，是不是它前面的那些传统的一页一页的那个主屏幕就可以不要了？是不是？如果你真的是能够习惯 App 资源库这种管理方式，每次打开一个 App 你都到 App 资源库去找 App 的话，这是可行的哦，可以的哦，只是你个习惯问题哦。如果你都是这么找的话，那前面那一页一页的东西是不是可以不要了？那如果你的答案是是的话，比如说我 App 资源库的前面，我别说多，6页好吧，不多吧，6页 App 不多吧，因为你上面还要放一些小组件呢，一个小组件最小的也要占4个 App 的位置嘛，对不对？6页不多吧？那你前面有6页的 App， 满屏满谷的 App 6页啊，那我如果想访问到 App 资源库，在 iPhone 上啊，我是不是要划7下啊？那不多麻烦呀！你说我特别喜欢 App 资源库，我能够习惯这种方式，我拥抱未来啊！我每次都用它，我啪，每次都一开机先划个7下，那这也没人用了。iPad 上不是 ，iPad 上是可以直接把 App 资源库放在 Dock 上啊，放在用中文叫程序屋啊。直接可以把 App 资源库永恒的显示在程序屋上，那个就方便多了。你直接点一下程序屋上的那个 App 资源库那个图标，它啪就出来了。但 iPhone 屏幕小，它也没提供这个功能，你不能在 iPhone 上把 App 资源库放在你 iPhone 的这个程序屋。我老是要在脑子里翻译一下，因为叫 Dock 叫习惯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推荐一个特别酷炫的功能给你。叫隐藏主屏幕。当上一讲我们讲主屏幕的时候，你看你们都不去看主屏幕那一期，其实主屏幕的那一期看完了之后，是为我们这期打伏笔啊。你打开任何一个不满 App 的正常的主屏幕，然后用一个手指找随便一个空白的地方，长按个1秒钟，最多1秒半，然后所有的 App 都会抖动，对吧？这个时候你不要删除，也不要点编辑，也不要挪 App， 你去看那个显示页码的位置，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我手机上就是下面这个位置，显示页码的这个位置啊。你在这个页码上点一下，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能够看到你手机里面每一个屏幕的缩略图？能看到吧？你到了这个页面之后，你就能够看到每一个屏幕的缩略图的下方都有一个小对号，对不对？请你把这些小对号全都给我去掉，只留一个，因为至少留一个啊。那我一般就只留第一个屏幕，全部去掉之后，你点一下完成，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主屏幕非常的干净，你的主屏幕就只有1页了。你只要往左滑1下就是 App 资源库，酷不酷？
所有的都隐藏了。当然，如果您特别传统，我知道从内心上你需要一段时间去接受看不到自己的 app。这就是为什么在上一期我们讲主屏幕图标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说，如果你想删除一个 app， 长按主屏幕空白的地方， app 抖动以后点叉号，一定要看清楚，去点那个红色的删除，而不要点从主屏幕移除。因为如果你要点从主屏幕移除，那就变成了这个 app 我只是不显示在主屏幕上，那它跑哪儿去了？它显示在 app 资源库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 iOS 的这些版本不断的迭代的一代一代迭代的过程当中，背后的设计者在干什么？他在慢慢的培养用户一个使用习惯，就是你们不要再习惯于把 app 都给我堆到主屏幕上了。现在时代变了，你的操作习惯要改一改了。你要允许主屏幕上有一些 app 是看不见的，然后转而用 app 资源库去管理你的 app。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你就可以做到，既不用花时间去创建文件夹挪那些 app， 然后又可以瞬间就享受到帮你分好类啊，帮你按照频次排好序，然后又有音序这样的方式来去快速的启动、查找到并且启动你所需要的那款 app。 而你明白今天我讲的这一点，就为未来我们去讲这个专注模式埋下了一个很好的地基。你看，从现在开始我们讲 iOS 就是有嵌套了啊，有点像讲课的意思，但是本质上还是聊天，本质上还是聊天啊。你忘了就忘了啊，没关系的，只要你听着开心就可以啊。所以以上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App 资源库的主要的内容啊。我觉得这一次我们聊的内容还蛮重要的，如果你想对你的 iPhone 的使用习惯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啊，并且跟上以后的这个发展的潮流，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可以自己试着习惯一下去用一下 App 资源库啊。放心，你隐藏掉的那些页面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再把它召唤回来的啊。就是比如说，你看我按照你的操作弄完了之后，呀，我的手机只有一页了，那些页面都哪里去了？一样呀，再把它招回来的话，屏幕空白地方长按抖动，然后点页码，是不是刚才那些你把勾去掉的那些就全又出来了？那么出来之后，你再把它勾上，不就又回来了吗？再勾上就好了啊。所以说这一讲呢，其实重点在于洗脑，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洗脑呢，比讲一些直接的功能更加的有用，因为功能再多，这儿跟不上没用。就很多观众，我这几期我老是插播这方面的广告了，这不是广告，插播这方面的感悟啊。很多观众说你拍一个这个实操的视频就更好了。其实我在 Apple Store 13年，这13年当中有12年都是站在讲台上。我自认为我还是看到过非常多的普通 iPhone 用户是怎么样学习的。真正能够学习的那些人，其实他路过我的讲桌旁边，听我讲，偶尔耳朵飘进来了2句话，他这个功能就带走了。有些人看似很想学，天天来，每次坐在下面，但是他整个状态不对，或者说学习方法不对，或者说有一些根深蒂固的那种思维，他就是转不过来的话，他天天来，他该不会的还是不会。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说差别就差在一个操作视频，操作视频你去网上搜，漫天盖地全是操作视频啊，但是其实很少有人在你说讲课也好，或者在聊天也好，还是分享也好，能跟大家去真正的去讲一些作为一个10几年的用户，他是怎么看待这些功能背后的东西。而我觉得你要想把一个产品用好，带着这样的一些思考和大家碰撞出来的一些火花，再去用这些产品，你才会有一个升华啊。就个人跟大家瞎聊2句啊，别认真啊，别较真儿，别当回事儿。好，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